這就是我們今天的主角，来自耐克的 Hyperflight， 也就是我們一直说的街舞風雷。以前的街舞風雷啊，我没有穿过，它的定位在我的印象当中，好像就是一双偏向于籃球文化協會多一些的這樣一個鞋款。在我還沒有穿上它之前，我本以為它會是一雙非常 old school、非常笨重的籃球鞋，但在拿到手、穿上腳之後，我的天，我都不敢相信啊，這會是一雙在20多年前就被設計出來的產物。前後掌的 Zoom 氣墊，全皮質的鞋面，大面積的硬質板材加固。雖然單支42.5碼的重量破了400克大關，但是因為它的整體重量分布做得十分均勻，上腳之後的實際體感重量完全沒有問題，絕對不會成為我們在球場上的負擔。它上腳之後給到我的初體驗就是薄以及不透氣。如果你對於超臨界的保底快靴已經提不起什麼太大興趣了，那這一雙20多年前的老物件可能會帶給你不一樣的新鮮感。那如果你對這一雙鞋還挺感興趣，接下來就跟着當子的節奏一起來深入了解一下這雙非常極致的籃球鞋 Hyperflight 街舞風雷。首先在腳型適配方面，這一次的 Hyperflight 用的是一個正常寬度的鞋楦，對於大部分的腳型都會比較友好，而且因為它用的是這種類皮質的材質，所以只要你願意花時間去磨合，它都能給到你不錯的包裹體驗。與此同時，它的舒適度也完全沒有問題，即使是在初上腳的時候，也完全不會有彎折點卡腳啊、鞋面磨腳啊，或者是鞋帶勒腳之類的舒適度方面的問題。但是它的鞋面上可以說沒有任何一個有效的透氣孔，不管是鞋面上還是鞋舌上，這上面的這些透氣孔都沒有太好的透氣效果，所以夏天穿它打球悶腳的感覺會特別明顯。腳汗大的兄弟們盡量還是慎選。除此之外，鞋墊也是這一雙鞋身上比較明顯的一個缺點，它的鞋墊特別滑，而且它的鞋墊跟中底是完全一體式的，我們沒法通過更換鞋墊來提升它的鞋墊摩擦力。它的鞋面鎖定啊，其實沒什麼太大問題，在實戰的過程中，你能明顯感覺到鞋面對於雙腳的包裹鎖定非常到位，就是因為鞋墊太滑，導致我們在做一些側向急停動作的時候，雙腳與鞋墊之間會出現比較明顯的滑動，會有雙腳在鞋內位移的感覺。好在它的鞋身側面有一塊覆蓋面積非常大的硬質 TPU， 能很好的給到我們出色的側向支撐，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彌補它動態鎖定方面的小缺陷，也盡可能的降低了它動態鎖定方面的不足对於實戰的影響。而且它的後跟鎖定真的做得非常棒，後跟處的鞋面能夠牢牢的鎖住我們的腳踝，在急停急起的時候完全不會有頂腳趾或者是掉跟的情況出現。在防守受到對抗的時候，你也能明顯感覺到在腳踝四周的鞋面能夠一直很好的支撐住我們的腳踝，不會出現任何鬆動。腳踝力量不是特別棒的兄弟們也可以放心選擇。而它的中底體驗真的很特別，耐克帶前後掌氣墊的籃球鞋，我穿了沒有100也有80了。但說真的，像這種有前後掌氣墊還能這麼貼地的，以前從來沒有體驗到過。這雙鞋的中底重心極低，非常貼地，甚至跟像是狂潮5 Pro 啊、亞瑟士的 Geo Hoop 啊這種主打場地感的籃球鞋相比，都不遑多讓。如果你非常喜歡保底快靴，那這一雙街舞風雷啊，我真的非常建議大家可以去嘗試一下，因為它能給到我們的感覺啊，跟現在市面上大部分的保底快靴都會不太一樣。那為什麼會不一樣呢？當然就是因為它的前後掌氣墊，在初上腳的時候，它的中底給到我們的感覺就一個字，硬，又薄又硬，氣墊的感覺啊，一點都感覺不到。但是在你發力蹬地的時候，在你大力制動的時候，它氣墊的優勢就能展現出来了。在前掌氣墊的加持下，中底的響應速度極為迅捷，配合上它極低的重心，反應性非常極致。在發力蹬地的時候，腳底下完全不會有任何一絲泄力的感覺，而且啊，還能感覺到來自中底氣墊的反饋，腳底下的反饋非常直接。但是在這樣一個情況下，在我們發力蹬地的時候，完全不會有那種一腳把中底給踩穿，像是直接踩在地上的那種感覺。雖然它的中底很薄，但是緩震極限絕對夠用，不管是前掌還是後掌，只要不用來打外場啊，它的緩震都沒有問題。即使是像我這樣190斤的體重，在單純使用腳後跟着地的情況下，震腳的感覺當然會有啊，但是完全能夠接受。我相信大家在購買這一雙鞋之前，也應該已經都了解到了，這一雙鞋啊，會是一雙非常極致貼地的這樣一雙保底快靴。那既然你會選擇這樣一雙極致貼地的籃球鞋，那你應該对於緩震的要求不會太高，對吧？而這一雙鞋就是給對於緩震要求不是特別高的兄弟們所準備的。我真的強烈建議所有喜歡保底快靴的兄弟們去線下或者是找一家可以退換貨的商家去體驗一下，就算試了之後覺得好像沒有辦法接受的，
退了就行。除了会消耗掉一些时间之外，其他不会花费你任何的成本。当然，如果它只有单纯的薄啊，我也一定不会推荐大家去买。而它在做到了薄的同时，还有着十分出色的灵活性表现。大家可以看到啊，这双鞋的外底造型非常窄，这能尽可能的让它拥有更为出色的灵活性。而且因为它没有用到任何硬质的前叉板材，所以中底的弯折也非常轻松。不管是变向还是交叉步，它的中底都能一直很好的贴合住我们的双脚。唯一一个我个人觉得不是特别好的一個地方啊，就是它的外側防側扳脚存在感過於明顯了。在做一些交叉步動作或者是側向切入動作的時候，都能感覺到這一塊過大的防側扳腳所產生的異物感。它存在的初衷肯定是好的，能夠提升球鞋的防側扳表現。但是這麼低的重心加上它足夠出色的中底剛性，這雙鞋的穩定性和防側扳啊就不會有什麼太大問題，並不需要給它安一個如此強有力的防側扳腳。這也算是這一雙20多年前就被設計出來的老籃球鞋身上為數不多的這一個不那麼符合現代籃球鞋的設計。如果能把這個防側扳腳稍微縮小一點，它前掌的靈活性一定能夠更進一步，它的穿着體驗也會變得更加現代。而它的外底表現也是讓我比較驚喜的一個地方。在剛拿到手的時候，這一雙鞋啊，我看到它的外底紋路就給我一種特別不可靠的感覺，紋路之間的空隙好像有點過於大了。但是穿上場之後啊，完全沒有問題，止滑效果非常棒，全掌的人字紋特別的可靠，不管往哪個方向移動，腳底下都不會出現多餘的滑動，而且較大的紋路空隙也讓它有了更為出色的抗飛能力，在有灰塵的場地上，它的抓地也不會有特別明顯的下降。與此同時，它的耐磨還特別棒，外底的橡膠硬度啊特別高，在硬度計的測試下，讀數能夠達到80以上，喪心病狂的一個數值啊！如果你能夠接受它在外場不算特別出色的緩震，那即使是你想穿它去打一些水泥地也絕對不在話下。Hyperflight 亞當球鞋主觀評級 A+，這一雙鞋啊，真的是一雙讓我感到驚喜的籃球鞋。作為一雙20多年前就被設計出來的老物件，居然有着如此新潮的實戰體驗，放在現在也完全不過時。極致的貼地，出色的強度，優秀的抓地，還有着不錯的緩震。如果你喜歡保底快靴，我真的建議你啊，可以去試一試，它一定會讓你眼前一亮。當然，它也有着比較明顯的缺點，不透氣，不算輕的重量，還有它偏滑的鞋墊。而且這些問題啊，都是我們沒法去改變的。想要得到一雙帶前後掌氣墊，並且有着極致貼地感的籃球鞋，這3個缺點你必須要照單全收。OK， 這就是本期視頻的全部內容了。再次感謝大家觀看本期的洋洋球鞋，那我們下期視頻再見，大家有空來做 ，Peace。